一位有名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梅林说过，满足就是自我认知的结果。既然这是一个主张自我成长的频道，或许我们该来谈谈幸福和满足有什么不同之处了。Hello guys， 我是 Neko 乌喵，欢迎回来每个星期二晚上的说书时间。之前我谈论类似的主题，下方一定会出现这样的言论，什么幸福满足，只要有钱我就什么都不欠啦。虽然没有钱就万万不能，但有钱真的也不是万能。满足这本书提到，有钱确实是能够使人感到幸福快乐，并且收入达到某种程度也能成就某种满足感，对某些人来说还能满足虚荣心。不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康纳曼和安格斯·迪顿共同研究发现，当年收入一旦超过$75,000，日常生活感就不会再增长。当初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很想吐槽，年收超过200万啊，那是什么样的日子？我想体验一下，可以吗？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身边其实不乏这种类型的人，虽然 YouTuber 的参考价值可能偏低啦，毕竟他们跟一般正常的工作相比还是轻松一些。但是我知道，像黑羽几乎就没有正常的作息。很久以前跟九面聊过天，也知道他的压力其实不小。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赚钱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牺牲了什么去换现在的成就。快乐可以分两种，第一种是情感幸福，像是快乐、悲伤、爱恨；另外一种是生活评价、生活品质、个人成长等等。金钱能改变的只有生活评价指数，跟幸福不能混为一谈，更不可能跟满足画上等号。我做自媒体这么多年，发现大家的幸福指数越来越低，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社群媒体的锅，因为大部分的 KOL 呈现的美好、令人向往的生活，不自觉的就会产生别人过得比较好的幻觉，甚至朋友们的贴文都是最精彩美妙的时刻，很容易因为比较对自己的生活失望。于是我们很容易陷入要追求更好的生活，而非是真正的思考我们要什么样的生活。别人都考医学系或资工系，所以我也就把这当我的第一志愿吧。像这样的故事到今天还在上演中。幸福是人人都想追求的，但是幸福是会消逝的。不管再怎么努力，幸福就跟高潮一样，只有一瞬间的爽快感受。科学家在老鼠的脑袋里找到某个区域产生脉冲电流，刺激犒赏中枢。老鼠们可以自己操控那一颗让他们感到幸福感的按钮。这些小动物们充分利用这个装置，每小时最多达到8000次，直到他们昏厥为止。更妙的是，这个犒赏中枢的触发反应，除了幸福感以外，吸毒、购物、性高潮都是来自同一个区域。吸毒我没经验，但是后续的2个行为是无法逆的，意思是他们会因为重复的行为而麻痹，需要更多或更大量的刺激才能达到同样的欢愉感。追求幸福就像是追求一个没有终点的无底洞，但满足就不一样了。老子说：“知足知足，常足矣。”说的是降低生活中的欲望，时常感到满足。那乌喵子也来一句：充实自己就足矣。如果把重心放在追求物质生活上，很容易感到郁郁寡欢，反而是先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这些物质生活到底是需要还是想要。我也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跟自己相处，才知道其实自己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欲望。当然，我并非鼓励全然没有欲望，因为太容易满足，其实会导致人失去进步的动力。所以认识自己真的很重要，重要到我必须要重复3次。满足跟我之前分享过的其他情绪管理的书籍很像，甚至是现代人在无止境追求成功之前，给大家一点呼吸喘气的刹车书。现代的生活就很好，也不见得一定要功成名就。另外，这本书里有几个篇章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但我不是要站男女哦，真的不是哦，这都是书里面说的哦。关于女人比男人更缺乏自信这件事情，我发现我很常会因为一则酸民的留言难过一整天，甚至很想回复，试着跟他解释清楚，即便对方已经打从心底眼的根本不想跟我多说什么。而且那支影片可能有200则留言都是正面的，我还是会因为1则留言而难过。同样的状态 ，DA 会选择无视，甚至是嘲讽。我原本以为只有我是这样，后来跟图杰聊了一下，才知道她也是这样。然后她男朋友也是跟她说，不要理他们啦。女生好像真的很常关注负面的评价多过于正面，而男人总是相反。这也跟女生的养
养成教育跟社会期待有点关系。女性的自我要求一直都比男性高，而且她们的自我认同大多来自于别人的目光，导致于她们总是问周边的人：我真的够好吗？因为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确实不低，学历要高，但不能太高，真的高了也不能张扬；身材要好，但不能太好，真的太好了也不能穿得太暴露；发型可以随意，但最好还是黑长直，短发连拍婚纱都会被婚纱公司嫌弃。温柔娴熟是基本标配，想要有脾气不是不行，但是要小心发泄的方式。出门要能炫耀，厨房要能烧菜，床上能摇摆，手脚都绑起来给你打好啦。相较之下，男生受到的教育大多是建立在物质比较上，比较的内容多围绕在五子登科、车子、房子、金子、妻子、孩子，而且基本上会跟自己实力相当或是比自己差的人比较。相较女生总是强烈的过头要求自己，男生可能对自己的看法更趋近于现实。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有这个毛病啦，不晓得女生们觉得如何呢？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啊。我知道活在资本主义和资讯爆炸的时代，被两种资夹杀真的很难跳脱欲望循环，尤其是现在广告这么厉害，多数脑波比较弱的人很容易咚咚咚就跳进去陷阱里了。咚咚咚，厉害的广告人不是很会推销产品，而是在字里行间里创造需求。到底这些需要是不是真的必要？随着极简生活的兴起，才开始慢慢留意到，其实我不需要这么多东西。现在我只会花钱在吃饭和书，还有电影跟游戏上。对我来说，这些东西是我的最低需求。宅，我知道，少啰嗦。可能我也会慢慢的把我的实体书都换成电子书，那是生活空间的需求，提升满足感。满足这一本书，从一开始看的时候，我有点小担心，会不会让已经够阳性的台湾人看了更没有狼性？我们好客，随遇而安，政府乱搞我们也就呵呵。如果是香港的事件发生在台湾，可能就闹个2-3天。台湾人民太会忍耐了，是因为被殖民习惯了吗？但是这本书对我来说真的是来得刚刚好，它让我在一个很无力的环境里找到一个换气的思考方式。因为做自媒体最痛苦的地方就是我在强求和坚持一件只有我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要看开，点阅比我还低，订阅比我还低，可是工商报价硬是多出我3倍，这件事情啊，真的是要得道修仙了。做的领域不一样，就是有这种差异。所以心有余力的话，还请各位善用加入按钮，1个月75块钱支持我，继续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没办法加入会员也没有关系，追踪 IG 或者是转发影片，一点点小小的行动都是支持的方式。追求但不强求，这都不是强迫性的行动哦。我还在努力练习，够好就好，不必什么事情都跟别人比较，很难。我们一起努力好吗？下个星期二晚上8点同一时间，我们说书时间再见，大家拜拜。我之前有分享过《佛系》那本书嘛，其实它的概念有一点像，要你放下或是要你知足，知道现在的状态是已经够好的了。有的时候有些人会往前追、往后追，而忘了现在的当下的自己其实没有那么糟。与其去强求一些你自己真的很辛苦的事情，不如停下来给自己稍微喘气一下。其实我们都已经够好了，那可能可以再更好一点点，只是这个一点点到底要耗费你多少精力跟牺牲你多少东西，就是每个人自己心中的排序有些不一样吧。可以去书籍翻翻，我觉得还不错啦。